和男神多次表白都失败后，我却和男神的好兄弟沈怀谈起了恋爱。某天，我正玩沈怀手机，意外发现他和男神的聊天记录。男神，我就一直装高冷吗？沈怀，当然，信我，包你迷死他。男神，不对劲啊，夏雨半个月都没主动和我聊天了。兄弟，你人呢？不是哥们，我怎么看见你在抱着夏雨亲嘴呀？正文开始。某晚，我鼓起勇气给男神周慈发消息，今天要不要一起开黑呀？我最近辅助练得很好。对面隔了半个小时才回，不，你在忙吗？没。我不放弃，继续搭话，那怎么不玩游戏呢？你菜，老师送人头。好的，那我再多练练，争取做一个配得上你的好辅助。你能不能先别跟其他女孩子玩呀？小猫可爱点 JPG， 只要周慈不笨，他一定可以看得出来我此时的心意。我紧张地等待着回复，可如往常般一样，周慈还是高冷的没再搭理我。意识到不对劲，我登上游戏一看，显示他已经在对战中。就这样，我第5次表白失败了。唉，要遗憾放弃嘛，有点舍不得。那要头铁继续嘛，可我一时间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舔狗当下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初见周慈时，他是那种开朗又爱笑的男生，在我鼓起勇气向他要联系方式时，他给的也挺痛快啊。怎么我一开始聊他，他就突然高冷起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归根结底还是觉得人家对我不太感兴趣罢了。正躺在宿舍床上独自幽怨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沈怀，缺个辅助上分，来不来？沈怀，周慈的舍友，好兄弟，是个身高腿长的大帅哥，散漫又张扬，看起来是那种没心没肺、薄情寡义的渣男，实际上却异常热心。他是我用来了解男神所有喜好动态的一个重要媒介。沈怀告诉我，周慈喜欢玩游戏，我本来不会玩，他就贴心的陪我练着辅助。我手笨抢了他5杀或者送人头，沈怀也只是懒洋洋的笑笑。他有时候还会热心告诉我周慈的去向，帮我制造偶遇机会。可是好几次我兴致勃勃的去了，却总会看见周慈和别的女生谈笑风生。唉，我都感觉自己追人的愚蠢程度都有点对不起人家沈怀的一片热心，自然没拒绝男生的邀约，我乖乖回复好。登录上游戏时，周慈不知何时又新开了一把，却依旧没搭理我，我情绪更低落了。这时沈怀邀请我进队，房里只有我俩，他正开着麦，语调懒散。夏雨，今天想玩什么辅助？我配合你。都行的。男生点了开始，像是随口问着。怎么了？周慈又没理你？我欲言又止，小声道。沈怀，你现在在宿舍吗？我在校外的公寓。哦，我还想问问你，周慈是不是心情不好呢？他呀。男生的尾调微微拖长，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坏。心情挺好的呀，我离开宿舍的时候，他正喝着前女友送他的奶茶呢。夏雨，你现在也给他点一杯，这事可不能输。我叹口气，算了，他也不缺我这一杯用来示好的奶茶。一直舔着脸追求，难免有点心累，更别说用奶茶进行雌竞。沈怀意味不明的笑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我俩开始游戏，诚然，有他不动声色的陪伴，再加上时不时抛出的话题梗，让我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沈怀，你喜欢喝奶茶吗？怎么，请我呀？沈怀回着我，同时利落地收割了2个人头。帅的可以。礼尚往来，就想谢谢你的帮助。成啊，一会儿把地址发你。上分结束，我退出游戏，按照沈怀发的地址下单奶茶。约莫半个小时，他在微信里给我发消息，还挺好喝，你喜欢就好。原以为话题就此结束，沈怀却又发了几条消息。夏雨，明晚有空吗？怎么啦？礼尚往来，奶茶不能白喝，我明晚请你吃顿饭。不用了吧？明晚我还想着自己在宿舍多练练辅助，去找周慈，而且和沈怀单独吃饭总归有点怪怪的。我有点迟疑之际，沈怀遗憾道：你没空啊？本来我还想当面给你说说周慈前女友的事儿呢，那先算了。我立马回复去的。猫猫点头点 JPG， 沈怀则是回了个黄豆微笑的表情。隔天下了课后，我掏出手机，沈怀在半个小时前留言让我去篮球场找他，完事一起去吃晚饭，还体贴的补充说周慈今天没来打球。我松了口气，便赶了过去。围着铁丝网的篮球场外人有点多，熙熙攘攘的，勉强找了个空位后，我朝场内看去。沈怀正好跳投一个3分球，动作间带起一点短袖下摆，露出线条流畅的腰腹。我瞬间感觉耳朵两侧响起一片反祖般的嚎叫。果然，帅哥的杀伤力就是高。只是有周慈珠玉在前，我也只是单纯欣赏的看着。忽然，沈怀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突然转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我还没来得及比个加油的手势，就见他回头和队友说了几句什么，之后便下场从一个包里拿东西，戴了顶帽子。本来就是打着玩，那群队友没多说什么。只见沈怀径直去了篮球场旁边的洗漱间。我犹豫一下，抬脚跟了过去，想着在门口等等他。可拐个弯，发现沈怀在那里站着。见我跟了过来，他很自然地把手机递给我。夏雨，帮我拿一下东西，我没兜，洗手的时候不方便。好的好的，我自然不会拒绝，把他的手机和学生卡接了过来。卡上的证件照有点拽。有纸吗？有的。湿巾呢？也有的。我又从包里给他掏着东西。沈怀接过去时，用鼻音哼笑了一声。夏雨，你真是让人……正巧不远处的篮球场一阵欢呼，盖过了他后面的话。我茫然，什么？夸你呢，说你是个小叮当，包里什么都有，让人十分敬佩。周慈真是瞎了眼啊！男生客气地捧着我，可不知道怎么的，我却总感觉他帽檐下的目光里隐隐透着点幸灾乐祸，像是在说周慈瞎的真他妈的好啊！沈怀简单洗漱一下后，我俩便去了学校外面商业街的一家火锅店。在男生低头点菜时，我则不安分地动了动屁股。怎么说呢？当事人有点后悔，倒不是舍不得请客的钱，而是因为沈怀太瞩目了，即使戴着帽子遮住了一部分脸，回头率依然200%，连带着坐在他对面的我都被打量了很多次。那些视线里明晃晃地带着2个字，就这，扎心了。我轻咳一声，想着随便扯一个借口先溜走时，沈怀抬起了头。
只见他突然摘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稍稍起身，胳膊一抬，那个帽子被扣到了我的头上，帽檐宽大，瞬间遮住了很多视线，汗味和洗发膏的清冽味道混杂，不难闻，反而显得很张扬。沈怀随手扒拉了一下头发，带着吧，吃完饭还我就行。我感激不已，谢谢你啊，沈怀。客气。我点完了，你看看你还要吃什么？好的好的。我也扫码看了眼，挺巧的，沈怀点的还都是我爱吃的。等上菜时，我没忍住直接问询关于周慈前女友的事情。沈怀想了下，和他谈了1年多，前段时间刚分手。前段时间，就你和他要微信的前几天。说起来，你和他前女友还有点像。我有些难堪的眨眨眼。是吗？一向体贴入微的沈怀，此时像是没有察觉到我的窘况，继续懒洋洋地说着：“对呀，挺像的。”周慈说他还有点恍神。夏雨，你也别在意他的冷淡，他大概还没从被前女友甩掉的悲惨往事里走出来。我失落地垂下眼，怪不得当初我去要微信时，周慈怔愣了一下，原来是把我看成了前女友。那这段时间的冷淡也是情有可原，毕竟谁愿意和一个神似前女友的追求者有多大的关系？于是我问沈怀：“那你知道周慈的前女友是什么类型的吗？”挺外向的，暧昧期的时候就经常主动亲周慈，后来周慈就心动了，再后来你懂的。沈怀挑眉，他没细说，但还不如不说，简直是每句话都往我伤口上撒盐。我脸一皱，心里又酸又苦。外向的性格我可以尽量装一装，亲嘴我实在不会，晚上回去就下载一些接吻教程，仔细学学，最后是一次，不行就算了。饭后，沈怀送我回了寝室，接过帽子时，他安慰我：“夏雨，有事就找我，我什么随时帮你。”我更是感动，多好的人啊！明明和我才认识1个多月，却在我和周慈的未来道路上不断添砖加瓦，简直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好兄弟、好军师。将来我和周慈结婚，他绝对稳坐主桌 C 位。我连连道谢，沈怀却笑得很是莫名。回到宿舍洗完澡后，我就缩在窗帘里，戴上耳机，开始偷学怎么接吻。越看脸越红，心神越荡漾，口舌越燥。强忍着羞涩看完后，我想找个人分享这份激动的观后感。舍友们不能说，他们知道后肯定能调侃死我。思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合适。于是我在微信戳了戳沈怀：“睡了吗？”对面秒回：“没，在玩游戏。怎么了？那你先玩。不玩了，你说。”我忙不迭把刚刚的心路历程和他说了一遍，然后又阐述了大胆对周慈献吻的计划，最后虚心请教：“沈怀，你说我到时候这么做可以吗？”猫猫期待点 JPG， 可以，但有一个问题。你说。我虚心等待他的批复。沈怀打字：“你现在光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万一太过生疏，周慈不喜欢呢？”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我现在确实空有理论，实战经验肯定比不过周慈的前女友，也就打动不了周慈。那我该怎么办？去网上买个接吻神器练练吗？你觉得呢？好吧，有点鸡肋，我亲自己的手行吗？你就不能找个人练？我一怔，啊，找人练接吻？这是可以找人练的吗？我眉头一拧，我觉得这有点不合适吧。再说这种亲密的事情怎么可以用来练习？就算是练习，我也没什么熟人，亲舍友他们的嘴怪怪的，亲男同学又怕人多想，或者觉得我是在耍人玩。总而言之，这个行为有点太弱智了吧？沈怀反驳：“怎么会弱智呢？实践才能出真知。其实很有合适的人陪你练习。”谁呀？我狐疑。还有这种弱智的冤大头？只见沈怀慢条斯理地发来一条消息：“我呀，我不介意无偿当你的练习对象，我不会说出去，也不会多想，甚至还能更好地帮你追男神。再说，还有谁比我了解我的好哥们周慈呢？毕竟将来婚礼我可是要做主桌的人，你说对吧？为哥们两肋插刀，让他获得幸福，我损失点清白算什么？”沈怀的理由很完美，很无懈可击，甚至有点舍生取义的豁达和无私，倒显得我都有点龌龊起来。沈怀这种风云人物，平时应该不缺女孩子追求，所以没必要占我这么一个普通人的便宜。万一传出去，怎么看怎么都是我在占人家便宜。只是哪里有点不对劲？我沉吟片刻，含糊推辞：“我觉得还是亲自己的手比较好吧。总之还是谢谢你，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见我拒绝，沈怀也没生气，客气。那你再去看看理论知识吧。对了，我记得周慈喜欢法式热吻，那你好好练，明天我还是检查。我咽咽口水，心跳急促地打着字。怎么还要检查？沈怀说：“当然看看你怎么亲自己的手。明天中午来体育馆里的更衣室，那会儿没人。你阐述今晚的学习成果和思想汇报，我好陪你一起巩固提高，努力改正。”然后他发了个黄豆微笑的表情，显得十分正义凛然。我眼皮一颤又一颤，实在不知道怎么回复。好在沈怀也没再说什么，大概就又去玩游戏了。我躺在床上看着沈怀在微信里说的那些话，有点神思不属，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愈发浓厚，可又一时间想不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沈怀有这么弱智吗？一晚的辗转反侧。第二天，我慢吞吞的去上课，慢吞吞离开教学楼，然后慢吞吞的往体育馆方向走去，感觉不像是去被检查作业的，倒像是自己往狼窝里跳的，心里的诡异之情更是明显。正要拿出手机想告诉沈怀我有事就不去找他时，我忽然看到一个人，周慈，我的男神。所有不对劲的事情都立马变得不重要，我抬脚就要往他那里走，可这时一个大美女先我几步朝着男神走了过去，男神立马跟条狗一样，眼睛锃亮，眼都笑没了。怎么说呢？他屁股上此时但凡有条尾巴，估计都要摇成螺旋桨了。男神帮美女拿包挡太阳，嘴里还说着一些谄媚的求复合话语。我神色落寞地站在角落，看着两人的背影，着实追求不动了。人家男神和美女挺配的，我就不去自取其辱了。我叹口气，转身要离开，就发现沈怀不知道何时站在我身后不远处，懒洋洋地看着我。怎么不过去？那个算了，我就不过去了，以后也不会去打扰周慈了。所以你不追了？可能我不适合追人吧。沈怀脸上那点阴郁唰的消失，显得有些危险起来。
他抬脚就往我这边走了几步，在我面前站定，垂眸睨着我。我毫无察觉，继续道谢。沈怀，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助，麻烦你了，挺不好意思的。就只是口头道谢呀。那我再请你吃顿饭，行吗？我诚恳询问。比起吃饭，我更想要你一个愿望。啊，什么愿望？只见男生撩撩眼皮，然后突然稍稍轻身拉近了和我的距离，近到我可以看清他窄窄双眼皮尾端山胎的好看的弧度。他说，一个让我追你的愿望，成吗？我一懵，但随即电光石火间，我也意识到了心里一直觉得不对劲和诡异的缘由。沈怀并不弱智，也并不热心，他只是对我别有所图。我艰难反问，你认真的吗？只是你之前一直要追周慈，我不好明说。那现在为什么说？因为我喜欢你。现在你不追周慈了，而且你刚刚正好说自己不适合追人，所以换我追你，怎么样？沈怀目光灼灼，这实在不怎么样。我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份突如其来的喜欢。要答应吗？可是我对他没那份心思啊，白白让他浪费时间挺过分的。要直接拒绝吗？但那人家又帮了我很多，总不能不给一个机会。内心激烈斗争好半晌后，我还是点了点头。那好。沈怀似乎松了口气，他直起身子，走吧，我们去吃饭。吃饭？男生觑我一眼，语气淡淡，追人不得先请客吃饭刷好感度吗？你不会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吧？没关系的，如果我是周慈，你肯定就会答应了。真的没关系，我不会又争又抢的，不被爱也只是我不行而已。我拒绝的话语就这么被一股隐隐约约泛起的茶味哽在喉间。这份直球让一向温吞的我实在有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只能悻悻点头。沈怀眉眼弯弯，很是好看。好在之后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惊世骇俗的话语，饭后把我送回寝室楼下时也没作妖，散漫又规矩。就是我没忍住回头看他时，发现沈怀走到一棵树下时突然轻松一跳，手指扒拉了一下树枝，显得心情很好的样子。当晚我想一个人静静，企图好好思考现在乱成一锅粥的局面，比如我是删了周慈呢，还是暂时留着呢？比如沈怀在我追求周慈的过程中起了个什么作用，真心还是假意？也比如沈怀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他早就认识我吗？可我为什么只是一直知道他却不认识他？所以我冷酷的没有理会沈怀问我打不打游戏的消息。可等我洗完澡躺下时，发现沈怀又不知道何时给我发了一堆视频，视频的主人公都是一只胖乎乎的大橘猫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在逗着猫玩，画面简直标太养眼。前提是他不对着猫叫我的名字的话。鱼鱼，过来！我愤愤打字控诉沈怀，你干嘛对着猫叫我的名字？我叫的是鱼鱼，他爱吃鱼，绝对是故意的。我咬牙切齿时，他又发了一句话过来，夏鱼，你觉得他眼熟吗？眼熟？沈怀这么一说，我又狐疑地看了眼他拍的猫，很傲娇的一只橘猫，脑门上有一撮白毛，有点眼熟，像是我高中喂的那只流浪猫。高三那会儿，父母离婚，我跟着父亲来到另一座城市生活。转学后，我骤然变得孤僻自闭起来，也实在没心思和同学熟络起来。简单适应一下后，就开始高三紧张的复习，一个人上学，一个人下课。唯一的慰藉就是学校后门的那个流浪猫，是指有点脾气又贪吃的小橘猫，脑门上有一撮倔强的白毛。我也是喂了它好几次，它才舍得让我摸摸头。就这么喂了几次，橘猫就好像病了，无精打采的吃了吐，吐了吃。某天放学时，我准备抱它去宠物医院看看，却意外发现它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纸条，上面用挺潇洒的字体写着一句话：少喂点，你是要让它早点变成猪出栏吗？哦，橘猫还有另一个野生主人。我悻悻用笔在纸条上回复，抱歉，以后会少喂点。次日又有纸条，今天别喂，我让它吃药，正好减肥2天。我回，收到，我不在学校，帮我喂3天。好的好的，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我和这个野生主人利用纸条共同喂着一只流浪猫，从生疏变得熟人起来。我们聊过学习，吐槽过教务主任的无情，意外得知我俩都想考某所大学，可却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也只推测出来是个很聪明的男生。直到高考完，我想去把这只猫抱回家养，却发现它已经被人抱走了，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养了，以后给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以后是不是推辞，毕竟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住在哪里，考到了哪里，将来还会不会见面都不一定。后来上了大学，我就逐渐忘了这个读书时的小插曲，直到现在，我看着手机里那个头顶一撮白猫，肥到堪比小猪的橘猫，原来那位野生主人是沈怀，原来沈怀真的早就认识我。你怎么把它养这么胖？不是让它减肥吗？沈怀回，他吃不到就故意惨叫，邻居以为我虐待他，果然还是那么独特。所以你那会儿就知道是我了吗？有人把他喂病了，我自然得去看看罪魁祸首是谁，然后就对你一见钟情了。他说的自然坦荡，倒是给我整个脸一骚。只不过有了橘猫作为饵，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直到寝室熄灯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和沈怀一直聊了很久。忙不迭收起手机，不再看他给我发了什么。刚放弃追男神，就和男神的好兄弟走这么近，我也未免太渣了一点。这么一想，我那点荡漾的心情就平静了不少。次日醒来时，发现沈怀昨晚看我不再回复后，也没多纠缠，只是发了一句晚安。心头滋味莫名。我起身上课、吃饭，回宿舍。如果沈怀没有给我发消息的话，这就将会是无比正常的一天。我今天回公寓，发现鱼鱼突然会了一项技能，我很谨慎，本不太想搭话，但是他竟然无耻的用猫咪勾引我，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什么技能。他会后空翻了，你要不要亲自来看看？我收起手机，面无表情。太过拙劣的追人手段，竟然还想利用猫咪和我约会，谁会信？好吧，我信。我还真想看看胖成猪的橘猫怎么后空翻。当然，我是不可能这么直接去某人的公寓，是沈怀抱着猫下楼让我看。橘猫快2年没见到我，自然有点警惕，扒着男生的裤脚瞅着我。沈怀用脚推推他的屁股，懒洋洋道：快点，表演的后空翻，白吃那么多小鱼干了。喵，这是可以沟通商量的吗？总之，后空翻纯属扯淡。
等橘猫趴到沈怀怀里装死后，男生一副不是我不行，是他不给面子的真挚表情。看不了后空翻，抱歉。夏雨，我请你看个电影或者吃顿饭赔罪吧。我面无表情，看吧，这才是沈怀真正的目的。他真是有点让人无奈的坏。不过我最后答应了，但没去吃饭看电影，单纯只是想给猫咪买点东西。把猫送回公寓后，沈怀便和我一起往商业街的方向走去。这人说话拖腔带调的，而且每句话都在明里暗里的吊人，给我整得好几次哑口无言。怪不得学校里那群女生迷他迷得要死，也太骚了点。正面红耳赤之际，我远远地看到周慈和前女友举止亲密，脚步直接一顿。其实我心情倒也还好，没那么落寞，但总归有一丢丢酸涩。旁边的沈怀自然也看到了，他眼皮一撩，眸光微闪，然后突然颇为热心地说：“我觉得我们此时应该过去打个招呼，毕竟追求不成情谊还在啊，你说是吧？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吃顿饭。”说着就要往回走，我大惊，情急之下一把抱住他的胳膊，紧张地压低声音劝阻：“不能去。”沈怀的脚步顺势一顿，他不经意地扫了眼自己的胳膊，笑意浅浅：“怎么不能去啊？这去了不仅打扰人家，而且我尴尬，你也尴尬。不至于吧？至于，快走，求你了。”见沈怀还是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我忙不迭扯着他换了另一条路。男生一直任由我拉扯，嘴角微扬，心情似乎不错。直到走了一段路后，我才意识到不对劲，脸上一烫，火速撒手，好像又被某个没有难得的人给套路了。眼观眼，鼻观鼻的买完猫咪的零食和玩具，我就火速和沈怀道别。再和他待下去，感觉我话都不会说了。之后我刻意想远离沈怀一点，但效果不大。他总是各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上选修课他在，我去操场跑步打卡他在，我想玩个游戏他也在。要不就用猫咪来勾引我和他说话，然后得寸进尺和我约会。看了电影，吃了饭，谈高中往事，寻找我们那点不曾发觉的交集。这么小半个月过来，除了沈怀那过烫的目光和时不时的突然示爱，我竟然都有点习惯了。所以再次见到男神周慈的身影时，心里变得无波无澜起来，也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有段时间没在微信找男神搭话了。我果然有点渣，但渣就渣吧，因为这种感觉意外的还不错。父母离异，我开始变得过于内敛寡言，循规蹈矩，追人都笨手笨脚。和沈怀接触了这么短时间，就莫名有点外向起来，话多了，情绪多了，有时候被掉过头要羞涩到爆炸时，会直接怼回去。沈怀丝毫不生气，反而好脾气的求饶，来来往往，暖昧平生。所以在他某次要找各种借口长篇大论的约我出去吃饭时，我沉默半天后回复：“沈怀，你打字不累吗？”“不累呀，你这人挺有意思的。”沈怀，我臊着脸，慢吞吞的打字，看不出来我想跟你打电话吗？下一秒，视频电话就直接弹了过来。我瞅了眼忙碌的舍友，急忙戴着耳机接起。沈怀似乎正在下楼，被屏幕扭曲和像素模糊过的脸依然帅得可以。下楼约会，不然我自己上你寝逮你。我好像没答应，那我求你，求你和我约会吧，可怜我，不然我感觉整个人会被你玩死了。话是卑微的，语调是故意为之的揶揄。我捏着手机应了声，脸上发烫，自然的没什么表白，我和沈怀就谈起了恋爱。毕竟他表白的次数太多了，不差这一次。谈恋爱的日子不错，沈怀散漫却体贴，有点坏却又很勾人。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被他不动声色的占满，亲过，抱过，黏在一起久了，有时候感觉自己的头发都沾上了他的味道。我把这场甜蜜恋爱称之为我的正确选择，他的情根深重，自然而正常。直到某天约会，我的手机突然收到欠费短信，想着今天可能有快递信息会到，我只好拽沈怀的衣服，拜托他先给我充个话费。我实在懒得去连接路上那些陌生的无线。男生听完直接把手机给我，低头亲亲我，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都是你的生日，充完你就拿着随便玩，你的奶茶到号了，我去取。我脸一红，好。等沈怀走后，我点进他微信给自己充话费，零钱不出意外很多，让人啧舌。刚充好话费时，周慈忽然给他发了几条微信，我出于礼貌想直接锁屏，不去窥探沈怀的隐私，可指尖却不小心擦过去，径直跳转进沈怀和周慈的微信聊天界面。沈狗，你今晚回不回宿舍？回的话帮我带点东西，我懒得下楼。转账。说实话，我想快速退出去的，可界面上还有稍早一段时间的聊天记录，里面带着我的名字。我鬼使神差地滑动了几下，更多带着我名字的聊天记录显现出来。昨天加我的夏雨，今天和我说早安晚安，我要不要礼貌地回一下？沈怀回，偶尔回，别太热情。懂了哥，你什么时候回宿舍啊？夏雨找我玩游戏，我有点手痒想带妹，你来不？沈怀回，不来，你带着玩一把就退。为什么？沈怀，证明你不好追，傻缺。夏雨第3次和我表白了，大哥我该怎么办？答应他。沈怀回，保持你的高冷人设就对了。我就一直装高冷吗？有点无聊啊。沈怀回，当然，信我，包你迷死他。好想我的前女友啊，你说我要不要复合？沈怀回，去。可是夏雨怎么办？沈怀回，冷淡点，让他知难而退。我这么冷淡，搞得夏雨已经好几天没搭理我了。沈怀，他大概对你不感兴趣了，你去安心和前女友复合吧，随200，一会儿回宿舍给你。我看着沈怀手机里这些聊天记录，沉默了。原以为沈怀只是对我蓄谋已久，情根深重，看我放弃追周慈后才表白，没想到他打着恋爱军师的善良名义来出谋划策接近我，其实背地里却又争又抢，各种不动声色的算计与心机。不应该都不算背地里，如果我真的追到了周慈，沈怀大概率不吝啬自己去做第3者，他会明着争抢。现在想想，周慈的前女友是沈怀告诉我的，每次我想偶遇周慈也都是他告诉的时间点，然后恰好让我伤心。当初如果我答应他那个幼稚的接吻练习，估计早就被拐跑了。总而言之，他抢赢了。在他推波助澜之下，我最后完全放弃追求周慈，转而对他心动。沈怀很坏，真的过分坏。等沈怀回来时，我还没退出聊天界面，只是懵懵地看着他。沈怀很聪明，他扫了眼自己的手机，又扫了我的表情，
就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一切，颇为淡定地把奶茶递给我，然后做事就要跪下认错，相当的能屈能伸。你听我解释。我直接一个惊起，忙不迭扯起他，才没让他当着几个路人的面跪下。干嘛呀？好好说话就行了。沈怀圈住我，懒洋洋地亲着我的脸，认错，宝贝，是我错了，是我太喜欢你，所以才会不想让你和周慈那个货谈恋爱。再说他心里还有他的前女友，和你不会有结局，我舍不得你被他玩，所以出手干预了一下，虽然是为你好，但以后我不会这么做了，对不起。你打我一下吧，不要不开心。茶味有点过于明显。那话里话外我是受益的一方，他是为我好，他是好心，他只是太喜欢我了。我想扇他一巴掌解气，又觉得他会疯狂亲我的手，好吗？总之被狠狠拿捏住了。我确实舍不得怪他，一点心机在绝对的喜欢面前都是情有可原的，但实在好奇，我没忍住问他，那我要真追到周慈怎么办？我会去争一争。你是要当小三吗？只见沈怀散漫一笑，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我反正不是，因为我一定会赢。正文完番外，冤大头周慈被前女友甩了后，我表面笑嘻嘻，心里 MMP， 感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好在有沈怀这个狗东西开导我，陪伴我。虽然有时候这位哥偶尔去学校外的公寓为猫儿抛弃我，他嘴巴毒得有点过分，也比我小帅了那么一点，但依然是我的好哥们，我感情路上唯一的人生导师。他看起来是个寡王，可不知怎么的，我总感觉他有喜欢的人，也曾怀疑过他是不是暗恋我，想和我捡肥皂，结果就是被无情的踹出了几米远，伴随着这个逼冷冰冰的吐出了一个字：滚。好的，他是直的，他还是我的好哥们。直到那天，我正和沈怀打完球，准备回宿舍，突然一个女生拦我俩面前，脸上带着局促又赧然的神情，一看就是来搭讪要微信的，只是那眉眼恍惚间还有点像我的前女友，恍神了，有点恍神了。管管泪清，诚不欺我。然后这个女生就小声地说：同学，可不可以加个微信呀？我回神，自然是给了。女生羞涩地跑开了，我有点唏嘘。哎，我的前女友就不会这么乖。扭头想和沈怀扯两句，却发现他的脸色有点不好看，应该说很不好看，活脱脱一副被人抢了老婆，随时准备扛着 AK47 无差别屠杀所有人的即视感。我一头雾水。回到宿舍后，这个名叫夏雨的女生和我打招呼。自从分手后，我都有点胆怯了，转头就呼叫恋爱军师沈怀。哥们，这女生和我搭讪，我该怎么回？关我屁事。沈怀低头玩着手机，好像更不爽了。我冷哼，那爹自己来，瞧好吧你，今天暖妹，明天恋爱，后天就请你喝喜酒随200。啪，话音刚落，沈怀直接把自己的手机扔到了桌子，然后不耐地抬眼看我。你对他感兴趣吗？有点吧，不多，毕竟他有点像我前女友，聊着玩玩，起码能让我心情好一点。我落寞地叹口气。沈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看得我着实有点发毛。不是，沈怀，你就说帮不帮我吧。帮。他突然阴恻恻地笑了笑。上次你就是因为太热情太舔，让你前女友倦了，这次换个思路。我恍然大悟。所以我要高冷一点。对，只听沈怀说，以后他和你说的每句话，你都告诉我，我帮你参谋着回复，防止你搞砸。好兄弟，在心里。对了，把他微信推过来。啊，推给你干嘛？帮你问问那个系的人，这个女生人品行不行？别又玩你。有道理。我忙不迭给沈怀推了过去。感恩戴德，沈怀终于恢复了那副懒洋洋的狗样子，眼睛微眯，不知道在算计什么。从那以后，沈怀就开始各种指导我和这个名叫夏雨的女生聊天。我就一直装高冷吗？沈怀，当然，信我，包你迷死他。1周后，他邀请我打游戏，我该怎么办？沈怀，答应1-2次，完事就晾着他。这不好吧？沈怀去我一眼，这是为了让你显得不那么好追。半个月后，夏雨怎么一天没找我了？沈怀彼时不知道正在和谁开黑，脸上表情有点温柔，可是回复我的语气就很不耐。他在欲擒故纵，你别上当。我觉得很有道理，同时也逐渐觉得没意思起来。夏雨太乖了，没有前女友让人有感觉。哎，我有点渣，但我还是想当前女友的狗。于是我转头就去找前女友复合去了，也就慢慢的淡了和夏雨的聊天。沈怀知道后，竟然喜笑颜开的让我保持这种高冷感。我狐疑他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说自己谈恋爱了，我还由衷的恭喜他铁树开花。直到1个多月后，我无意间想起夏雨，完蛋，人家不会还喜欢我的吧？造孽呀，我真成渣男了。等等，不对呀，这个妹子好像很久没搭理我了。我在手机上问刚刚出门不久的沈准，不对劲啊，夏雨半个月都没主动和我聊天了，你说他是不是放弃我了？兄弟，你人呢？不就下楼取个外卖吗？依然没有人回复。我狐疑的顺着宿舍窗户往下瞅去，只见南寝前面的小花园里，沈怀正抱着夏雨在那里亲嘴。不是哥们，我怎么看见你在抱着夏雨亲嘴呀？但下一瞬间我懂了，靠，原来沈怀一直在和我玩阴的。